琪琪，快去找你妈妈吧。平安，怎么样？医生怎么说？没事，皮外伤而已。幸亏喵第一时间帮我止血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你先不要问了，先把七七找回来比较重要。你妈妈平时会去哪里？我之前都是用手机定位找人呐，可是他刚刚什么都没带。我们分头找吧。我叫李亮帮忙，你把你妈妈的照片发给我，我去附近找找看。带喵一起去。这附近还有面天桥。怎么？有一年我过生日，他说要带我去吃大餐，那天忽然下起了大雨。我们过天桥的时候，他趁我不注意跨过栏杆，幸好几个路人及时拉着他。真的很害过生日。怎么会这样？从我有记忆以来，他时不时都会这样子。有时候会不见几个小时，也有试过3天3夜不回家。我最怕的就是家里的电话响，很怕收到坏消息。都没办法阻止他们。他有一次失踪了1天之后才找到，外婆气到把他锁在房里。后来我去送饭，他骗我开门，结果又溜走了。后来怎么找到他？他自己回来了，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。那已经是3天后的事了。外婆可能被他气到病倒，不久后就走了。那谁来照顾你们？其实，我妈如果没有状况的话，还是可以照顾我，甚至做工都没有问题的。可是，她却像一个定时炸弹一样，连我都不知道她几时会爆炸。有时候，真的很想一走了之，什么都不管。可是我又担心她会出事。你受的苦我都懂，以后你所有的苦，我会帮你承担。米娅，让我来照顾你们好不好？照顾我们，是你害我们活得像鬼一样。你要我说什么，你才肯相信我？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抛弃你们。那封分手信，真的不是我写的。
分手信是我亲眼看到的，内容我记得清清楚楚。琪琪，有些话我不知道要怎么跟你说，我只知道我还不想当爸爸。我们还年轻，现在当父母实在太早了。你把孩子拿掉吧，重新生活，我们以后都不要再见了。希望你好好过日子，就当没认识过我。我一直很好奇，我爸爸叫什么名字，是个怎样的人，长什么样子，可是没有人肯告诉我。看了那封信之后，我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不肯说，因为你根本就不配。我没有不想要当爸爸，是有人不让我当。当你妈收到那封信的时候，我就在这里等她。我已经决定要向她求婚，跟她一起面对，把你抚养长大。米娅，我那么爱你妈，我不可能要跟她分手，更不可能叫她把你拿掉。相信我，那份分手信真的不是我写的。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。要不是那封信，我也没有那么快找到你。所以你一开始就是想报复我。我给过你机会，也曾经对你好过。我当时还以为你……我不想一个小妹妹浪费时间在我身上吧。我给了你那么多线索，你都不当一回事，还要跟那个女人结婚。我还以为找到你之后，妈就可以好起来，我也可以有一个正常的家。明明做错事的人是你。为什么你可以过那么幸福，我们却过得那么痛苦？难道我就不痛苦吗？我当时就像一只突然被丢弃的狗，找不到主人，吃不好，睡不好，一直问我自己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为什么主人突然不要我？你说我风流、自私、不负责任，也许是吧。那是因为我怕，我不敢再像以前一样毫无保留去爱一个人，我不想再经历被抛弃的痛，你明白吗？妈，你跑去哪里了？我不想的，我没想到让你们这么痛苦。对不起。对不起。莲娜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空气净化器，是特地买给你的。房里的空气很不好吗？为什么要花这个钱啊？怎么没有啊？它可以过滤空气中的细菌，还可以调湿度。那我们睡觉的时候啊，喉咙跟皮肤才不会干燥。干燥就干燥了，也不会少一块肉。
新的床单、新的枕头，还有清新的空气，好舒服啊！我去康乐的防水。喂，哎呦，怎么了？我看啊，是这几天忙进忙出，腰酸背痛。我去拿按摩器。哎，按摩器哪里比手按好？以前啊，每个晚上啊，还没睡觉之前，你都会帮我按一按。哎，你还不赶快过来帮我按一按？赶快呀！这里啊，还有啊，这里，这边，再下一点吧。哦，怎么不合你胃口？不会啊，蛮好吃的，只是我吃不下。等一下，你今天很不对劲，肯定有心事，是不是担心你爸妈会反悔，不让你嫁给我？你想到哪里去了？还是你在意我和吉西米娅的关系？你放心吧，我照顾他们只是出于责任。我的心就像这个戒指一样，属于你的，只认定你。我又没有说我不相信你。那你到底在烦什么？告诉我啊！你不告诉我，我怎么帮你？我不需要你帮我，我只希望你能原谅我。你又没做错什么啊。你、琪琪还有米娅今天的局面，是我间接造成的。什么意思？是我把七七怀孕的事告诉她妈妈的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当时看到他这么慌，我担心他会做傻事，我才会偷偷跑去通知他妈妈的。对不起。后来我也跟你一样，怎么都找不到琪琪和她妈妈。我也是最近才知道，那封分手信应该是她妈妈冒充你的字迹写的。我不明白，当时你看我发了疯一样去找琪琪，你为什么什么都没说？我当时真的没有想这么多。他妈妈说会好好处理，还特地吩咐我要帮他保密，什么都不能告诉你。任何一个人跑来告诉我是他告了密，我都不会像现在这么心痛。为什么偏偏是我最爱的人？你瞒了我这么久，干脆瞒我一辈子嘛！风霜，对不起。哎，你的手干嘛受伤了？你哭啊？
没有啊，妈，没有，我不小心撞到的。是不是跟丰收吵架了？不要怕他，要是他敢欺负你，你就要反抗，要不然妈可以帮你找他算账。不要，我也有错。我知道，他最近变好了，但是情况也变糟了。多了这两母女啊，一定会跟他纠缠一辈子的。你要是坚持嫁给他，以后你就有的受了。可能没有以后了。那好，就趁现在还没嫁过去之前，赶快踩 break。妈，不要再说了，我已经够烦了。嫌我烦，我还是要讲。有句话说得好，婚前脑袋进的水，就是婚后流的泪。妈现在要提醒你，就是怕你将来会后悔。米娅，我听说你们马上就要飞了。嗯，你妈在吗？他在睡觉，他吃了药，所以会睡得比较久一点。这几年你们一定过得很辛苦吧？习惯了。像你这个年纪的孩子，应该好好享受青春，你却被逼要承受那么多的压力。也好啊，我也可以更快的适应这个险恶的社会，以后比别人有优势。我知道你很独立、很成熟，但是你始终是个孩子，需要人疼，需要人关心。你辛苦了这么久，是时候让我们照顾你了。如果你是来帮那个人说话，那就不要浪费时间了。我是不会因为他而留下来的，我妈也不会。那如果是我呢？谢谢你的好意，可是这里真的不适合我。我现在就想带我妈回去，安安静静的过日子。如果真的是为了我们好，那就不要再来打扰我们了。你的性格有点像丰收他爸，他很能吃苦，就是脾气有点倔强，不容易服输。丰收没有遗传到他爸，所以总是吊儿郎当，一事无成。说起来，只能怪我自己教子无方，才会害到你们母女俩受了这么多的委屈。不关你的事，我没怪你。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，就觉得很投缘。当时我就在想，如果我有一个长得像你这么可爱的女儿，那该多好。没想到，你竟然变成了我的孙女。老天爷对我实在太好了。
可是我做了很多坏事，一点都不可爱。有谁没做过错事？最重要的是知错能改。你本性不坏，只是一时糊涂。米娅，哎，琪琪，我听说你们要走了，所以特地来送你们的。既然你们已经决定好了，那我就祝你们一路顺风，记得要报平安。我先走了，米娅，能够陪我下楼吗？我很快回来，不要乱跑。来，收好了。干什么？这些你先收着，下个月我再汇多一点给你们。我不要你的钱。这是阿嬷的心意。你乖，听话，收好了。那我以后再慢慢还给你。傻瓜，给你的就是你的，不用还。我只是希望你们母女俩能够过得好好的。回去之后，一定要找个学校好好的念书，然后再帮你妈找个好医生。你们的生活费以后由我承担。外婆走了之后，就没有人对我那么好过了。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你要记得，还有阿妈在这里，不要一个人死撑着，知道吗？你在这里等我，我再去买点东西。如果是要买东西给我们，就不用了。我也带不了那么多东西回去。好。米娅，记得回去之后一定要好好念书，好好吃饭，不要亏待自己。我一有空会过去看你啊。那我就不送你们去机场了，你快点回去准备吧。阿嬷。好好照顾自己。我会的。你也是哦。这条裙子适不适合我啊？你这么漂亮，穿什么都好看的。以后就多花点时间打扮自己，
心情会变好的。时间还早，我们先去机场逛逛。米娅，对不起，我不是一个好妈妈。我一直以为自己会这么痛苦，是别人害的。我现在终于知道了。让我变成这样的不是别人，是我自己。当初是我坚持把你生下来的，却没有好好照顾你。反过来是你照顾我。是我害你过得这么痛苦的。那你有没有后悔把我生下来？我后悔没跟你庆祝过生日，没送你上下课，没参加你的毕业典礼，我让我自己浪费了10多年的时间，活在自己的悲伤里。却忘了，我还有一个这么好的女儿，值得我好好的活下去。我想了很久很久。不想再这样下去了。终于找到你了！我怎么都没想到我们还会相认。这世界估计除了福尔摩斯，我最佩服我自己了。凭一张婴儿照就找回失散50多年的人。都说了嘛，你是寻人界的大神。哎，谢谢你们帮我找回妹妹，不然我不知道要怎么跟我妈交代。以后如果你们还需要找人，记得要早点来找我们啊，不要等到50多年这么久了。他的意思是，如果你们需要帮忙，可以尽管来找我们。我倒是有一个人要找。不会是还有失散的弟弟和妹妹吧？不是，是我儿子。这是我儿子失踪前几个月拍的照片。他是怎么不见的？他跟我老公到马来西亚去探亲，走失的。我们找了很多年，很多年，就是没找到。他现在几岁了33岁了。
苏东姐姐，以后我们就会在这里种菜呀。怎么啦？你还想出去晒太阳啊？我觉得外面也是很好啊，地方很大，又可以吹风。外面吹的是热风，咱们这里面吹的是冷气，能一样吗？再说了，外面那些工人呢，10个有11个都想调到这儿来工作，谁想留在外面啊？我只要留在好安心，做什么我都开心。小马哥，小马哥，小马哥，快扶他去办公室。起来啦！你还睡？你再睡，米娅跟琪琪就要飞走啦。什么？他们今天下午的班机你忘了吗？你看看现在几点了，你还不去送他们？明知道他们母女俩今天要飞走，你昨晚还喝成这个样子，我真的帮不了你了。如果他们真的走了，也是你活该。浪费食物是会有报应的，你还嫌做错的事情不够多吗？反正也不差这1、2件。你就是常这么想，才会什么事都做不好。都老大不小了，到底要我操心到什么时候？你以为我想了吗？同样的女人失去2次，现在还失去了女儿。我已经很努力了，可是每次到最后，就是没有好的结果。如果真的有心，等过一阵子他们气消之后，你再飞过去跟他们好好谈谈。毕竟是一家人，再大的仇恨也不会记一辈子的。你不想继续失败，就要振作起来，不要那么消沉。丰收啊，你已经是一个不及格的老爸，不要再当一个不及格的老公。嘿，李亮，到底是什么意外惊喜，在电话不能说清楚吗？我这次又打破纪录了，只花了30个小时就 close case。阿姨，你做什么？阿 boy， 你不认得我了？我不是阿 boy， 我是小马哥。我是你妈妈呀！你骗人！我妈妈很年轻，又白又美，你不是她。你确定？这次绝对错不了。她说她是我的妈妈，可是她不是。我昨天晚上才刚刚看到她。他的意思是，
他梦到他妈妈做鱼圆给他吃。对对对，以前我常常做鱼圆给他吃，有时候他也会帮我。我记得有一次他自己做了2粒鱼圆，一大一小，穿在竹签上，还告诉我那是 snowman 呢。小马哥，你有印象吗？看来鱼圆这条线索是行不通的，我们直接用绝招吧。放心吧，我们里里外外都检查了，要修的、要换的，全部都做了。如果有问题，再联络我们吧。好，谢谢你们。好，谢谢。幸亏你知道问题出在哪里，要不然就白忙一场了。没有解决不了的事，就解决不了事的人。放心吧，有我在，没事的。阿兰说的没错，回来了，怎么都不说一声？又不是什么大事，现在跟你说也一样嘛。回来就好。来，爱心鸡翅膀，吃吧，不跟你抢。太油了，你们吃。多少吃一点吧，有干热水可以解腻。我真的不饿，不用推来推去了。对不起啊，那天我不应该对你发脾气，你不要生气了。我买了肉饺给你吃。应该道歉的人是我。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。当年你也是为我们好。那天我的语气太重了，你不要生气好不好？我没有生气。真的没有生气。我就知道你人美心善，不会那么小气的。李亮，怎么样了？答案是 yes。他真的是我儿子，你没有骗我。我就知道，阿宝，我第一次看到你，我就知道你是我的儿子。我去开车，你在这里等我。你真的不跟我回去？美珠姐，不要急，给他一点时间。
你有空就来农场多看看他，跟他培养感情。是啊，他早晚会接受你的。你照顾好自己，我一有空就去菜园找你，到时候你可以带我参观你的菜园，好不好？那我先走了。你下一次回来，可以带鱼圆吗？可以。你来了。怎么突然间想要放风筝啊？忽然想到，我们好久没一起放风筝了。你这几天都不是很开心。可能之前发生太多事情了吧。我们放长一点，敢敢，把你所有不开心的事，通通给风带走。如果有这么简单的话，就不会那么多烦恼了。既然风吹不走，那我只能这样把你所有不开心的，通通给吸出来。从今以后，你脑袋只能装着开心。这件事，谁都帮不了我，只有我才能帮我自己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哎，怎么断了？不要追了！不行，风筝是我特地为你做的。不要浪费力气了，让它自由吧，追回来没有用的。我们分手吧。你说什么？也许风筝也不希望被我们拉在手上。我们分手吧。像梦一场，想你在身旁，倒带的片段，尘封的温暖，回忆接不断，望着星空孤单。思念和期盼，寂寞的守望，憧憬迷惘，漂浮流浪我习惯，往黑夜的远方寻找回家星光，守望时光倒流的魔法，想回到你身旁，温柔的避风港，让爱的养分温暖前方，想牵你手不放，与你脚步放慢，愿世界冻结，让爱滋长。